如果说波哥大是马尔克斯写作生涯的起点，那么加勒比海畔的美丽城市卡塔黑纳则是他自认的完成作家训练之地。虽然没有在那里长居久住，但却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我最初知道这座美丽的小城，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历史，而是因为爱情，因他的名篇《霍乱时期的爱情》。在这部荡气回肠的小说里，马尔克斯以卡塔黑纳为原型，穷尽了爱情的可能，同时也把加勒比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马尔克斯写下巴黎的一切都不足以用故乡加勒比4月的一瞬来抵换时，我想他不过是借乌尔比诺医生之口，说出了自己在欧洲游历时对于故乡的思念。初读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我就无比憧憬卡塔黑纳的一切，如今终于来到这里，满眼的春光与色彩，也终于明白了这座城让马尔克斯魂牵梦绕的原因。位于碧波浩渺的加勒比海南端的卡塔黑纳，在历史上曾是西班牙王国掠夺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黄金途中的堡垒。然而到了19世纪，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霍乱和来自邻近港口的激烈竞争，让这座城市逐渐衰退。但卡塔黑纳很幸运，它没有被人们遗忘。或许是重要的地理位置，又或许是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和现代文学艺术的熏染，这些错综复杂的扯不清的事情，反而把这里雕琢成了南美最富魅力的地方。早在80年代就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这个极其美丽的小城依傍着温情的加勒比海，咸湿的暖风中荡漾着无尽的浪漫。被城墙环绕的老城更是风情万种，似乎真的很适合作为爱情开始的地方。玻利瓦尔广场旁边，马车街沿街2楼的一间杏色房间里，弥漫着让人想起爱情受挫的苦杏仁味儿。这是霍乱时期的爱情开篇的第1句话，我们也随着这句话开始了旅程。穿过一条又一条陌生的古老街巷，在南美时空错落的绚丽色彩间，试图寻觅记忆中那段熟悉的爱情故事。老城里的建筑大多为低矮的2-3层小楼，当地的居民仿佛是天生的艺术家，把每一栋都漆成了色彩斑斓的样子。同时也有小说中女主 Fermina 曾经住过的那样攀满爬山虎的白色小楼。这些楼房底层都有雕花栏杆或者铁艺窗棂，楼上则是有着花纹的古朴阳台。每一座阳台上无一例外的都开满了鲜花。望着这些怒放的鲜花，我想马尔克斯当年应该也和自己一样走得汗水涔涔，并且也一定为这座城市到处不讲理的五颜六色
以及张狂而野蛮生长的植物惊喜不已。古城内的马尔克斯故居现已不再对外开放，但鲜艳的红漆呼应着从院子里探头而出的热带棕榈，仿佛要将城中的每个事物都赋予五光十色的意象。虽大门紧闭，但是对作者的感念，我们依然可以在厚重的墙外怀想追索。离故居不远处的小广场，就是小说中年轻的 Florentino 朝思暮想、望眼欲穿的等待 Fermina 的福音花园。漫步在小花园中，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书中男女主交换信件的场景，内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因为我仿佛嗅到了一股传奇的气息，一股马尔克斯写下不朽篇章的气息。钟爱喝咖啡的马尔克斯曾调侃道：不来一杯咖啡，一天真不知道该怎么过。看来这不仅是大作家生活中的小嗜好，更是如空气般存在的重要。老城中的 Abaco Libros 咖啡馆曾是他每天下午写作的地方，店门口的2张桌椅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一张用来放报，另一张则用来书写。店内虽没有特别豪华的装饰，但却到处洋溢着文艺气息和温馨舒适的感觉。一整面墙都摆放着他的作品，人们依然可以在这里找到他当年工作过的痕迹。他也曾在书中写道：到下面的街角去喝咖啡时，我遇到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哥伦比亚咖乡中，马尔克斯为人们编织着魔幻与现实交织的美梦，书写着摧枯拉朽的爱情诗篇。不大的老城里也向我们展现出了卡塔黑纳生活气息十足的一面。这里鳞次栉比地布满了各色摊位和商铺，出售着花花绿绿的服装、画作、小首饰以及生活用品。头顶果篮，穿着红黄蓝3色袍子的帕伦奎罗人慢悠悠地踱着步，热情地招揽着顾客。每个小广场都被人群所围满，年轻人3、5成群地坐在鲜花盛开的草坪上，吉他伴随着马车声飘荡在街头巷尾。或许你沿途经过的广场，就是《爱情和其他魔鬼》中西埃瓦尔被疯狗咬伤的地方。刚刚购买了工艺品的市集长廊，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 Florentino 为不识字的恋人们代写情书的场所。不经意间透过小窗瞥见的云彩，或许就与马尔克斯在编辑室创作枯枝败叶时抬头望见的是同一片。总之，这里的每一处景致都烂漫而天真，散发着连绵不断的文学气息。
当日暮低垂，一轮红月在天际边滑落，伴随着加勒比海的蔚蓝，也渐渐地消失在身后。我们坐着马车，穿越在色彩缤纷、鲜花盛开的小巷中，有规律的马蹄声循序渐进地镶嵌进耳朵里，感受到的是一种超现实的欢愉。我再次仔细地打量着卡塔黑纳，听着人声、音乐声、时隐时现的海浪声，也更加体会到了什么是魔幻现实。卡塔黑纳，又或者是拉丁美洲的每个角落里，都有着与当地荷尔蒙所混杂出的矛盾事物的巧妙结合，造就了它们独特的魅力。那些鲜活的现实才恰恰是最珍贵的风景。现实就是魔幻的，魔幻亦或是现实。毒品、暴力、绑架，哥伦比亚因其血腥的过往，在世人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恶名。关于这个国家的故事，也总带着些安第斯冷酷的不屑的含义。也许这里比你想象中的还要贫穷，但绝对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动乱。就连以前声名不佳的波哥大，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冬天依旧会花开成海，雨天也会有人群露天用餐的城市。我这样说绝非心存侥幸，而是心存感激，感激各国每一个善待过我们的人，因为在这里经历的全是各国人民的热情、耐心和坦诚。所以我一直坚信，人生就像小马过河的寓言一样，经验都是别人的，只有经历才是属于自己的。对于旅行者来说，脚步总是来去匆匆，有些地方去过了，了无遗憾；有些地方离开后，留恋万千。哥伦比亚就是这样的存在。我想这是一次难以名状的体验。行走在各国，就如同摇身变成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的主角。体验也好，故事也罢，不可思议每天都在上演，宛如一场带着幻想的游戏。虽然离开时未带走丁点黄金绿宝石，但却收获了满心的富足。这也许就是旅行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